二牛，其实我是故意输给小阿青的，我就是想穿女装罢了。公主驾到！可惜。对我好。不是二牛，你这也太惊艳了！我就说，明明三公主的建模那么美，为何体现不出来？原来是站在你旁边了啊！起因是对着二牛装扮海狮族，接着寻找离家出走的三公主的任务，想靠送公主回族地赚取贡献，换一颗高阶狮心。更深一层的算盘是借三公主这块免检招牌混入海狮族族地，图谋更大的东西。偏偏三公主是个到处惹事求死的主，路过时随手就往下扔了一颗海狮族秘宝竹阴雷。好巧不巧，炸的正是潜伏路过的许星的法船。许星平白挨了一雷，杀机顿起，他没有贸然动手，而是像猎人一样追踪了整整3天。当他摸清虚实后，把3艘舰船杀了个底朝天。兄弟俩会师之后，队长摊牌了，他真正的目标是海狮族的9尊师祖神像，那碗神性浓郁，抱上就砍一口，开个几十法窍不在话下。许星一听能开法窍，当场心动。注意一个细节，队长对许星是摊牌，不是画饼。他把最大的秘密和最大的利益一起摆上了桌，这不是单纯的兄弟义气，而是成年人之间最牢固的合作方式。我让你看见我的底牌，也让你尝到跟我走的甜头。可问题来了，想混进族地，必须有三公主本人配合，而真公主刚被许晴一巴掌抽个半死，肯定指望不上。队长眼珠一转，我将你扮成三公主。我对这位公主行为举止极为熟悉，包你瞒天过海。你既如此熟悉，何不自己去搬？许不思，我是你上司，你是他男宠。这段是这集最妙的嘴炮，队长想拿身份压人，许清这几个字直接把官威拆得干干净净。你能支持我，是因为我给你面子，不是因为你官大。就在这时，二人旁边正好飞过一只飞鸟，队长当即决定谁先将其杀死，谁赢，输的扮三公主。队长也是豁出去了，当场解开体力第2道封印，爆发出3国的恐怖气息。小阿青，今天这三公主是当定了。眼看稳赢，谁知那鸟突然眼睛一红，原来许清的影子早就寄生在鸟身上了。这鸟算许清杀的。半个时辰后，穿舱门缓缓打开，一个千娇百媚、婀娜多姿的三公主迈着大步走了出来。唯一的败笔是这位公主撩起裙子时露出了2条粗壮多毛的大腿。原来队长花大价钱买来的装扮之法玄妙至极，不光能模拟海狮族的族群气息，连自身波动都能完美复刻。只要不是金丹强者贴脸细查，绝对天衣无缝。许清也领到一身行头，白袍加一瓶散尸毒的小瓶，从此就是公主的护道者。只有让三公主重伤逃归，公主濒死，才能第一时间被送去能疗伤的师祖神像。所以为了伤势逼真，两人便在船上你一刀我一刀互捅，攒出一身新伤叠旧伤，捅得理直气壮，报私仇报得心照不宣。这才是全篇最有人味的地方，每一刀都名正言顺，每一刀又都夹了点私货。成年人的和解就是这样的，那点小怨气不会摆到台面上说，而是包在这是工作需要里，轻轻还你一下，然后谁也不提。捅完了，气消了，事办了，兄弟也还是兄弟。回过头看这段剧情，女装、毒鸟、互捅，渐渐离谱，步步荒诞。可你细品就会发现，所有看似胡闹的操作，拆开其实全是精确到牙齿的计算。